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欢迎来宾前成功级舰长黄镇辉舰长，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前立委孙大千委员，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华干哥，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中东情势来关心到的是，这个是来自于内线的情报吗？今夜打伊朗。这个消息正式的曝光，我们今天会来做观察。另外，川普已经说了，第二艘的航母已经压境，要来威胁解除伊朗的武装。哈米尼在此刻则是霸气回呛，要展现意志的核弹。现在看起来中东的战事一触即发。今天我们赶快来看到的是最新消息的，就是美伊不是上周才完成核谈判，那破裂之后，川普10号的时候，他再次的呛虾，他说呢，在德黑兰，如果你再次的升高威吓的话，我们美国正在考虑要向中东来部署除了林肯号之后的第2艘航母，并且警告说，如果接下来的核谈判协议还是破裂的话，美国我们接下来会采取非常非常强硬的手段。美国在军事上也有了准备，随时做备战。来看到的是最新消息，接下来的第2艘航母可能是哪一艘呢？现在有消息指出，可能是驻日的华盛顿号，或者是在美东的布希号。但是呢，这2艘航母到中东时间，可能还是需要至少1周的时间。所以现在也在说，有没有可能是福特号过来呢？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注。另外一方面，美国的 P8海上巡逻侦察机在这几天擅自的闯进了伊朗的领空。不过呢，我们来看到伊朗的空军强硬的表态了，在政治上面的立场却没有开火做拦截。再来就是我们持续看到美军现在正在强化自己在印度洋的关键轰炸机的基地，并且另外一方面，美军正是透过这一些运输机、货运机，将它的坦克从挪威运送到约旦去了。再来海上。这个是阿利伯克级的飞弹驱逐舰，已经停靠在印度洋的这个港口。所以呢，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特别请教孙委员怎么看了。航母还在路上，但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美军侦察机 P8已经到了伊朗的领空，现在是在威吓谈判，还是实际战前已经开始做一个宣告、做一个准备？委员怎么解读？这是川普很擅长玩的一个手法。我觉得川普其实很擅长的，在谈判之前或者谈判过程当中，都采取所谓的极限施压嘛。所以，如果川普说要动武，这句话是真的，他早就动武了。就是他吆喝威胁说要对伊朗动武，已经不是1天2天的事情了。我记得早在我这个节目大概好几个星期以前吧，就已经有来宾预测说今天就会动手了。结果呢，到现在为止都还没动手。那么川普不但还没动手，川普还说要等第2艘航母来的时候，可能再要动手了。那第2艘航母什么时候来也不太清楚。那当然，你说川普用这种极限施压的方法来对付伊朗，也是情有可原的。就因为他真的能动手，他动得了手吗？他经得起动手之后所承受的损失，然后动手之后那个没有办法去收拾的烂摊子，那美国要如何来处理？我觉得这是川普一直在考虑跟这个伊朗进行沟通协调究竟是何试战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考量的基础。因为伊朗毕竟不是委内瑞拉，你委内瑞拉你可以斩首马杜罗，然后把他夫妇带走，然后你就可以找第2号人物接手，然后就成立一个至少相对亲美的政权。所以他可以用外科手术的方式去解决委内瑞拉，但是伊朗不是哦。伊朗哈米尼就算被你斩首了，还有第2个哈米尼，还有第3个哈米尼啊。他们有了马杜罗的教训之后，就算是哈米尼革命卫队的这些首领都不会同时聚集在一个地点的。对，所以就算没有了哈米尼，还有他的接班人，没有了那个接班人，还有下个接班人。所以对于伊朗来说，他要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神权的政权，要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这个神权支持的革命卫队哦。这个不是说复制委内瑞拉的方式就可以完成的，所以要处理伊朗，如果川普真的要动手，他就要有打地面战的准备嘛。我想舰长是军武出身，很清楚啊。你处理伊朗，你不可能轰炸，你就算轰炸把伊朗轰的这个遍体鳞伤，俄罗斯轰炸乌克兰轰炸了个半死，乌克兰也完全被占领吗？没有啊，他陷入了长期的焦灼战跟阵地战了。所以今天川普如果真的要动手对伊朗是个下重手，靠什么轰炸机，靠什么飞弹驱逐舰，那一点用都没有的。你就是实打实的地面部队，你要从头开始打到尾，把伊朗占下来，
那么你还有可能说真正的结束这场战争，否则你就会变成一个旷日持久的拉锯战，然后就变成一场泥淖哦，那就变成美国又要陷入了另外一个这个悲剧当中了。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看川普操作的手法哦，看懂的人就知道要怎么对付他了。川普这个人是吃硬不吃软的，他硬你就比他更硬。所以当他那个时候说要打伊朗的时候，伊朗就说我准备了2000枚这个中程跟短程的飞弹，我可以把你整个中东的美军基地，包含你美军的这个盟国，包含以色列，我通通都焦土。他就这样做就够了。他就算消灭了伊朗100万人，美军只要死100人啊，这个川普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所以双方哦彼此的底气是不一样的。我今天可以鱼死网破，跟你玉石俱焚，你美国行吗？就你美国不用跟我玉石俱焚，你只要焚了1/10，你美国就吃不消了。所以其实你看，从当时川普本来以为说吓一吓伊朗哦，就伊朗可以让步哦，那么或者是这个透过摩萨德、透过 CIA 在伊朗内部的这些长期安插的这些所谓的县民或者这些种子，发动各式各样的抗争哦，甚至还有一些这个恐怖的爆炸、失火这些行为，他就可以把伊朗政权给瓦解掉。但他这个算盘打得太容易了，就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了。伊朗的神权掌控虽然也许不尽得人心哦，但是也不是说他们用这种小手段就可以解决的。所以当你看到伊朗其实也看破了美国的手脚之后哦，我是觉得伊朗不会示弱的。所以在这段期间，伊朗的调子从来没有放软过，伊朗还是很高调的在处理美国。对川普谈判只有硬碰硬，川普只尊重强者，谁是强者啊？他就把他当好朋友，比如说习近平啊、普丁啊、金小胖都是川普的好朋友。好，所以我们看到至今川普仍然是针对伊朗在做极限的施压。那确实碰到川普这样子强硬的态度，伊朗同样是以非常强硬的态度来做回应。我们来看到的是他的外交部长，这位是阿拉奇，他说：伊朗我们虽然无意发展核武，但是我们的原子弹就是对大国说不的一个能力，并且呢，这个原能的首长他们也说了，除非你西方国家愿意解除我们伊朗的金融制裁，我们才有可能考虑要稀释高浓缩铀。那现在伊朗有440公斤的浓缩铀，纯度是大概60%左右，距离90%，也就是武器级的这个浓缩铀的发展，现在看起来是一步之遥。到底有多快？为什么美国在这个时候要这么的紧张，做极限的施压？接下来的美伊的核谈判有没有可能，因为第2次了嘛，又破裂？舰长怎么看？第一个，我很久以前我认为核战就是核弹哪有那么大的威胁力啊，对不对？这是我当时的感觉。直到在川普1.0上任的时候，他不是那个时候他跟金正恩就朝鲜天天2个人对枪来对枪去，那个川普的各种说我要怎么样对他。当时还想说，哇，朝鲜这么小，你那么弱，我不要说美国打你，南韩打你都可以很顺利的把你打完，你怎么敢跟他对呛的？结果大家有没有记得那时候最后怎么样？2个人就川普跟金正恩相拥，还见面，还见2个地方，新加坡见一个，那个停战线那里又见一次。我那时候才开始我知道说，核弹真的很有威慑力。是这么大的强权美国，这么小的北韩他都不敢打，就是因为他有核弹。那为什么他不敢打？因为这个金正恩是真的有可能去丢核弹，你把他消灭，你看他会不会丢核弹？他是那个一个人的就可以决定了。那看完了北韩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国家比北韩还要更恐怖，这个国家就叫伊朗，因为它是神权政治。神权政治这里一群的人是非常相信这些教义的。教义里面，圣经里面有说个世界末日，你知不知道？世界末日，上帝下来，从此人类有1000年的公平正义的幸福快乐的日子，很多人相信哦。所以有一天你真的把这个伊朗惹火，如果他有核弹，我跟你讲，我真的相信他丢核弹的意愿会超过北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一定要绝对不能让他拥有核弹。那你说从60%到90%，其实是一样的技术，它就是一个分离。就像我们在外面那个，你有没有看到吃那个棉花糖，哗旋转，那些比重不一样就会摔到边边。它那个也是一样，从60到90，就是再也许精密一点、甩得快一点的那个分离机。那我也去查一下说，如果它要快一点，没有任何人阻挡，然后也有人协助它的话，它大概多快可以做到90，你知道？
1个礼拜，但是做到90之后1个礼拜还有距离核弹还有一段时间，核弹你肯定要核爆，你要制作什么东西，各种东西大概要1-2年。是，那为什么伊朗停在60%不动？它为什么不到65、70？因为你再往上走，人家就一定要消灭你，尤其90，我非要消灭你不可。但是60哦，他所充分的表示，你不要惹我，我是具备这个威胁性的。这是一个60停在那里一个很多国家停在60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没有违规，但是我具备那个威吓的能力，这是他这个。然后至于说会不会打伊朗，会不会退让哦，我完全认同刚刚委员的意见。我从第一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说绝不可能打。为什么？因为美国现在拉美，他们现在所有的心思都在拉美，他也认为这是我的半球。伊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我想到的就用什么东西来形容伊朗是最正确的？马蜂窝，他有90多万的那种能够拿枪的军人、伊斯兰卫队、警察、保安警察、道德警察，哇塞，有90多万人。这些人你一打他，你想想看，哗就往上跑。尤其他那个圣城旅跟那里所有的那个叫做武装组织，通通有联络，支援他们会散出去。是。所以他不会去打他。那你说会不会退让？我觉得他一定会退让。只是这个退让你要记住，不代表说我就把所有销毁哦。你如何监控我？他会谈出一个结果。好比说，你根本派人来这里看着我，绝对不准超过60或什么的，或者60你给他销毁一部分怎么样的？那个所谓的退让，不代表说他完全销毁，而是双方达成一个共识，不会打仗。这是我的猜测。好，舰长认为是不会打仗，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美国跟伊朗就是僵持在那边。那有这样子僵持的局面，其实现在最紧张的，其实就是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了。纳坦雅胡现在呢，来自于这个以色列自己媒体的报道说呢，他对于川普的政策现在感到非常的忧心，原因是他很怕川普啊，从本来是对伊朗很强悍的，转为之后会做有限制的核谈判。那么这样子的话，他认为是对以色列不利的。等一下请华干哥来带我们看，以色列有没有可能单独攻击伊朗的核设施？那如果真的发生，伊朗有没有可能再以弹道飞弹来报复以色列本土？我们先来看到另外一个最新消息，就是呢，在一个加密预测平台，这个叫做 Polymarkets， 有一个可疑的账户哦，最新在这几天押注了10万美元，预测美国将会在今晚攻击伊朗，如果成真，报酬高达400万美元，引发外界质疑说，这个人这个账户有没有可能有得到什么内线的内幕？好，干哥怎么看？对啊，当然嘛，加密货币预测市场平台，一听你就觉得说，哦，好未来，好先进哦，对不对？他说，来，请下注，每个人，对不起，进入门槛是10万美金，但是如果一旦能够真的照你的预测，美国在不管是比如说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晚上。他给一个时间，真的如你所言，美军出动的话，你可以得到400万美金的报偿，40倍耶！我跟你讲，很多就是这些 hacker 他们都跃跃欲试，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就像你讲的内线消息，或者是一些观察，或者说他们有一些，你知道，其实老实讲一句，像这样子的这些加密货币平台，它在跟国务院或者是说。美国的就是华府之间是有一些关系的，所以他们可能会得到一些某一种程度上的消息，就端赖川普什么时候下命令。所以老实讲一句，这就是豪赌。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虚拟实践，变成真的拿出来赌了，你知道？我补一句，刚刚上一次美国公股的地方，你知道一样赌，有人赌赢了，有一个，你说真的，也是大笔的，上次也是就是几万美金，那也是在他的，也是在那上次有赌一次，有一个加密货币平台上面这样子，对，然后也是赌，我不晓得是不是加密货币，就是有人也是一样出了一笔钱赌，大赚一笔。那时候还说要去查这个人是不是有内线。像舰长讲，这个就是一个趋势，你知道为什么吗？引起所有人的注意，引起所有人的关注，引起社群平台上面的什么，去加码，去干嘛？去按赞啊，去点阅啊。这老实讲一句，这就是一种你对于全球的意外啊、灾难啊、国际冲突局势的紧张的那种关注度的话，老实讲一句，对于像这些平台，或者甚至对于加密货币，它都是有良性的帮助。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讲的是真实的战争，委员刚刚也讲了，这个你没有派兵去要怎么打？
其实我讲句实在话哈，我到现在还在揣测美国到底要怎么做，因为你现在我们看一个重点，已经把迪耶戈加西亚这个地方，迪耶戈加西亚大家要知道，在印度洋上的一个小岛，这个小岛是大概平常人不会去的地方嘛，它非常偏僻荒凉，但是那里有其强大无比的军事基地，是啊，它是本来是属于西班牙的一个岛。然后它这个岛呢，我跟你讲，美国跟它租借，然后上面放的都是 B-52轰炸机，它是从这个地方开始打到伊朗最近的基地。当然你说我们还有在卡达的基地，对不对？可是卡达的基地你摆上任何东西都很惹眼。但是在迪耶戈加西亚，它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说 B-2 进驻到迪耶戈加西亚，飞到伊朗大约是3000公里，但是中途会有10次的加油，就是由加油机。迪耶戈加西亚有全世界最强大的空中加油机队，美国打仗是这样的，全球打的。所以如果说他今天已经部署了伯克级飞弹驱逐舰以及加油机和 B-2 轰炸机去的话，那他势必会去做一些类似像惩罚性的行动。但是这里面最紧张的还是谁？还是尼坦雅胡？为什么？因为尼坦雅胡从去年6月那12天的战争之后啊，我坦白跟各位讲，就是说他所受到的。就是内阁的训令，就是说，你一定要先鼓动美国出击。为什么？美国如果不动的话，那对不起，我们一定要打。我们自己打。以色列本身有没有办法打？有，它可以从哪里？它可以从特拉维夫的空军基地，像1985年的巴比伦行动一样，奔袭1000公里去打伊拉克的核设施。记住，那时候是伊拉克。现在是要打伊朗，那更远了，2000公里了。对，那怎么办呢？还是要靠加油机来做。但是你所经过的空域全部都是阿拉伯国家，所以非常危险。对所以你到底能不能成功？尼坦雅胡就会赌这一把。如果美国你再不动的话，我自己干了。我自己干是什么时候？除非你美国跟这个伊朗。的确谈好了，伊朗说好，我停，60%就好，我现在就真的不会再往前进的，派人来看。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尼坦雅胡才会相信。不过我觉得很难的。外界其实之所以这么在意这个加密货币的平台的原因，是因为川普家族过去就是经营加密货币的。川普的2儿子就是投入了加密货币的公司，包含最近一个最大的新闻，那个阿联酋的这个国家负责情报的这个头子所掌管的国家主权基金，早在川普当选的时候就投资了一大笔钱进入他们的加密货币公司了。所以当然大家一看到这个平台做这样的对赌的时候，就会认为说它有其可信，甚至有泄密的可能。我觉得就是说今天晚上会不会动手不无可能的原因是说，你要看什么叫动手啊？动手是地面部队从现在就开始打了，就开始从边界登陆开始一起往前推，还是轰炸机炸一炸，飞弹射几枚战斧过去叫做动手？这很难讲哎。如果说只要有动手就算动手的话，那么后者就可以了。这个能够得到内线消息的人仍然可以大赚一笔。而且事实上用这样的方式也很符合川普的极限施压。他说你以为我不敢动吗？我现在就先射你20枚这个战斧飞弹，让你看看厉害，然后接下来再来谈。所以今天晚上有没有可能会动手？我觉得也不无可能，只是说到底是动什么手，动多大的手而已啊。对，谢谢委员。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